星链对乌军作战行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最近有消息爆出，乌军星链中断，美国出手拯救。俄罗斯宣称有了对付的新方法，刺激一波比一波强。本期我们就来看看乌军兄弟的通信危机。在早期战场上，俄军对乌军通信中枢的打击一度导致乌军指挥失灵，但自星链系统被激活投入使用后，迅速成了乌军相互联络、指挥军队的核心装备。乌克兰官员表示，截止今年5月初，乌克兰境内每天约有15万星链用户。乌军士兵也称赞说，星链极大改变了战场态势，使无人操作员能在1分钟内找到并打击目标。只不过让乌克兰担忧的是，马斯克并不完全赞同美国政府的援乌政策。比如去年乌克兰曾向 SpaceX 公司提出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提供星链接入服务的请求，以便乌军对停靠在黑海的俄军船只发起无人机袭击，但遭到了马斯克的拒绝。近期马斯克更是批评了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的决定，再加上星链设备多次在俄乌冲突前线发生故障以及费用问题，都加深了乌方对马斯克可能突然中断星链服务的担忧，久而久之就成了心病。不过好在乌方也深知自家部队情况，已经开始联系其他卫星网络供货商展开自救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乌克兰新型无人艇就是换装了新设计的卫星通信天线，才绕开了星链的限制，多次成功偷袭了俄海军基地和克什大桥。从曝光的信息来看，乌军这种无人艇对生产设备的要求并不高，哪怕是在车库都能建造，而且单价仅为25万美元，但却可以携带300公斤重的自杀战斗部，跑上800公里对付俄军船只轻轻松松。在操作系统上，也只需要一个公文包大小的综合操作系统，配有操纵杆、显示器和起爆按钮。目前已成为乌军海上对抗俄军的重要工具。除了乌方的自救外，五角大楼也亲自出手，彻底解决了乌克兰这块心病。美国防长奥斯汀在今年6月份批准五角大楼向 SpaceX 公司购买400到500个新的星链终端和服务。关键是此次签署的购买协议将确保由五角大楼全面控制乌克兰境内的星链服务，这意味着马斯克将无权断开乌克兰境内的星链服务。在今后的俄乌战场上，星链系统将继续为乌军提供不间断的关键通信服务。不过俄罗斯方面近日也突然表示，已经找到使用大型电子战设备干扰星链通信的方法，未来将逐步推广。俄方这话有几分可信度？在俄军40多款电子战系统中，这里的大型电子战设备会是谁呢？自乌军星链上场后，情报通信这一块，俄方就一直处于劣势。其实施的干扰措施也是贯彻了整个俄乌战场。最主要的干扰手段是利用地面电子战系统实施干扰，如作用最大的提拉达 2S 电子战系统，俄军就是凭它才守住了哈尔科夫兵败的颓势。提拉达 2S 系统的工作原理，简单的说就是阻止航天器与地面战及空基战间的交互。被干扰的卫星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电力才能正常工作。在俄乌战争中，乌军就采用提拉达 2S 系统对星链系统进行了干扰，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却被 SpaceX 公司通过修复代码成功规避。也就是后来俄军在战场上缴获了部分星链系统终端，并运回国内进行了拆装破解，才逐步掌握了破解其关键技术体制的技术与方法。在去年9月底，乌军哈尔科夫大反攻，让俄军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俄军将多部经改进的提拉达 2S 系统分散部署在远离交战区70公里外的安全区域，重点对赫尔松、扎波罗热南部地区、哈尔科夫东部以及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前线实施持续的电子干扰，造成乌军指挥部的通信延迟，这才守住了俄军哈尔科夫兵败的颓势。那此次提到的大型电子战设备会是它吗？火力军只能说有可能，因为俄军还有比被破解过的提拉达 2S 系统更大更强的电子战设备，如帕兰丁系统和摩尔曼斯克比恩系统。前者能通过监测星链终端来定位乌军指挥所，之后呼叫火炮覆盖。帕兰丁系统主要依靠2套天线发挥作用，一套是全向的测频测向天线，另一套则是指向性很强的干扰天线。
在工作时，帕兰丁系统依靠测频测向天线来确定乌军星链终端的位置。它一般会使用多车多点测向来进行交叉定位。而且为了更加准确定位星链终端，俄军还开发了一种名为白纸的探测雷达。该雷达运用的是三角测量算法，可在10公里距离、180度扇区内探测和确定星链终端的位置。而且每个测向点用时不会超过15分钟，但精度却能保持在60米以内。乌军的星链终端多配于营级和旅级指挥所，一般都会在指挥所2公里范围内。因此，只要定位了星链终端，就可以使用无人机对星链终端2公里范围内的区域进行侦察。在发现指挥所定位后，即可呼叫炮兵或使用高精度武器对乌军指挥所进行斩首攻击。在苏勒达尔战役中，乌军的一个村庄就曾因暴露有星链终端信号，就被俄军炮火所覆盖。并且在进攻过程中，俄军还会打开提拉达 2S 系统，实施卫星通信干扰，让受打击乌军无法向外求援。乌军在苏勒达尔的矿洞防御体系也因为失去指挥而沦入各自为战的局面，最终让瓦格纳趁乱发起攻击，迫使乌军向北撤出苏勒达尔。之后，俄军部队用同样的方法拿下了大部分巴赫穆特城区。后者摩尔曼斯克 BN 系统的性能和体积更加强大和庞大。该系统是一个短波暗击电子战系统，不仅可用于对地面和空中电子侦察、探测通信信号和雷达站，还能直接对敌方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进行集中电子打击，能够干扰5000公里以内的军事通信网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扩大到8000公里，应该是俄军电子战系统中覆盖范围最广的设备，可为作战战术和战略提供支持。所以俄军说的大型电子战设备很可能是比提拉达 2S 系统更强更大的摩尔曼斯克 BN 系统。当然，次一级的莫斯科1综合系统也有可能，好歹覆盖范围能达400公里。之后是如帕兰丁、克拉苏哈 S4 这样的系统，作战范围能达2到300公里或更远。知道为什么乌东地区乌军收复进度一直缓慢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星链难以覆盖。星链能成为乌军的核心装备，能为乌军提供通信服务，主要得益于 SpaceX 公司在土耳其、波兰和立陶宛建设的3个星链系统地面站，是他们才使得乌克兰1半以上的领土能用上星链系统服务。但目前战斗最激烈的乌东地区却不在1代星链的可用区域内，仅有少量2代星链过境时，星链终端才能连上卫星进行短暂通信。因此，俄军在乌东地区通过电子战系统营造了1000公里的干扰带，极大限制了乌军的通信。但是，随着 SpaceX 公司更多的2代星链的发射，乌东战场现在基本都能使用星链终端进行通信。而且现在有了五角大楼的购买星链服务的支持，在之后的作战中就能确保乌军战场指挥控制的畅通，为乌军解放领土打下基础。俄军除了利用地面电子战系统实施干扰，通过监测星链终端定位乌军指挥所外，还有以下3种手段，不过耗时一个比一个长，短期内都无法见到效果。首先是通过部署反卫星武器系统，威慑 SpaceX 公司不许支援乌克兰。比如俄空天军宣布列装的佩列斯维特激光武器系统，该武器系统可不一般，它能使轨道高度在1500公里以内的卫星瘫痪。俄军将其当作针对星链的反卫星武器使用，其主要特点有3个：一是攻速快，该系统拥有光速般的攻击速度，是当今世界上最快的武器系统，打550公里的星链卫星绰绰有余；二是直线距能高，破坏性大，该系统功率非常大，可聚集超强的直线能量，最大程度的减少散射，以此来攻击烧毁卫星。而且由于其特殊的攻击原理，弹药几乎无限，对于攻击星链系统这种数量多、成本低的卫星消费比高。3是干扰能力特强，它能通过强大的干扰能力起到对敌的临时致盲效果，但直接攻击星链卫星空间站容易引发俄美纠纷，因此俄军不会轻易使用该系统来直接攻击星链卫星。俄军宣扬出去列装，目的是想迫使 SpaceX 公司在支援乌克兰方面有所忌惮。如果马斯克的反对有这方面原因的话，那不得不说俄军手段是成功的。其次还是从电子对抗方面入手，只不过位置从地面搬到了太空中。据了解，俄军正在研究采用同轨道伴飞的空间电子战系统来对抗星链。2022年4月15日，
俄罗斯宣布计划建立一个基于卫星星座的太空电子战部队，并发射与星链同轨位置的半飞卫星平台，有340公里、550公里以及1100到1300公里，打算采取类似嗅探手段，收集星链卫星的各种特征，然后传输给地面信观站进行大数据解析，靠所获信息对之进行电子干扰。在2022年，俄军共发射了13颗 Cosmos 监察卫星。Cosmos 卫星大多位于距离地面200到2000公里的轨道上。该卫星主要作用不是观测地面，而是监测周围环境，通过其载荷拦截或干扰其他卫星的通信或侦察行动，甚至还可对其他卫星直接实施打击。在俄乌冲突中，俄军多次表态，不排除对援乌商业卫星进行合法打击的原因可能就在此。而且俄罗斯已经有了一个成功案例了。2022年8月1日，俄罗斯将 Cosmos 2558卫星放置在了450公里高度，其高度正好位于美国陆军 USA 326卫星所处轨道上。这是俄罗斯第一次进行卫星直接注入。这样的手段技术同样适合用来对付星链卫星。最后一种干扰手段是俄军打算用魔法打败魔法，建造属于俄罗斯的卫星群。2022年7月12日，在俄罗斯2022商业峰会上，俄罗斯航天局第一副总经理尤里·乌尔里奇奇称，4月6日，俄罗斯已经批准拨款960亿卢布，用来建造球体卫星群。据称，球体卫星群具有通信、导航、遥感及物联网等多种能力，其定位是一个空间服务应用的综合生态系统，这符合当前空天信息服务的星座能力综合化发展方向。其中，星间激光通信是球体星座技术研究的一项重点内容。相比于传统的无线电数据传输，卫星激光通信技术能够将数据传输速率提高10到100倍，是解决卫星微波通信带宽瓶颈、减缓卫星频谱资源紧张、实现卫星高速通信的重要手段。目前，该星座首颗球体卫星司机泰人 D 和3颗信使 M 通信卫星已于去年10月份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弥补因俄乌战争而脱离俄罗斯的卫星服务内容。不过，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回到战前状态。俄军干扰星链措施有用是有用，但是数量的限制以及美国的 SpaceX 公司的帮助和修补，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对乌军通信产生太大影响，不存在通信危机。当然，俄军以上这些干扰措施在俄乌战场上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就要看俄乌双方在接下来战斗中的表现了。好了，关于美国出手挽救乌军星链系统，大家有什么补充的？俄军干扰星链的措施能起到多大效果？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